有这么开心？哼，我拿我的垃圾魅族换了个黑苹果，给你瞅瞅啊。我操，小灵通！刚刚大家看到的是前阵子发生在我们工作室小伙伴身上的真实经历。我们工作室这一屋子的科技数码爱好者啊，自己也非常喜欢买卖一些二手的数码产品啊，自己瞎折腾。这过程中难免呢就踩过不少这海鲜市场的坑，各种设备更换频繁，而且我们总想找一些稀奇的啊。从第一次交易担心被骗啊，这个导致睡不着觉，到如今一个个都成为了顶级垃圾佬。在海鲜市场自然是积累了不少防骗心得。如果你是老渔民了，那本期内容你可能比较熟悉啊。如果你是刚刚入坑啊，建议点赞收藏。这期我们就盘点一下闲鱼交易的5大类套路。第一个就是令广大闲鱼卖家深恶痛绝的这买家到手刀。砍个价其实无可厚非啊，但总有一小部分人在收到货以后啊，用堪比电子显微镜的挑剔程度找出所售商品的各种问题。我操，这个充电口下方左侧第3个触点果然磨损了1厘米，不行，我得找老板，而且我是个学生，他应该能再给我便宜200。遇到这种情况，忍一时，越想越生气；退一步，越想越吃亏，绝不可以妥协和低头。想不认输啊，这就需要我们在售前做好充足的准备。第一个就是在详情页面标注商品的正常使用痕迹啊，就是你自己不好好写，那人家肯定就挑刺儿啊。特殊的划痕和其他问题单独拍摄展示啊。第二个就是在聊天过程中要求买家再次确认一下商品的细节和使用痕迹，约定如果功能性的缺陷啊就不退换。收到买家的肯定回复之后，你再寄出货物。第三个，寄出时呢，记得录一个物品的操作视频，比如说手机的话啊，你就录的稍微详细一点，直至他快递封箱。做好以上几点啊，对方再发现所谓的瑕疵，抱歉啊，先请你提供一下开箱检查的这个视频啊，证明未调包也未损坏我的商品啊，直接拒绝对方所有的退货退款的申请，去客服中心啊请求客服介入处理。针对砍价呢，其实也有一些通用的小技巧啊，就是一开始你就把这价格啊，在这个预期的出售价格上拿5%，这个预留一个砍价空间嘛，毕竟不是平台，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这砍价其实是难免的。如果你就认定了不接受砍价，给的就是实价，你就直接忽略所有的砍价消息即可。说完卖家最讨厌的，接下来的就是买家了啊。买家常见的套路呢，就是以次充好啊。数码类的产品那可是重灾区啊，可能买到手的是存在暗病或者更换过零件的机器，同样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就是在买前和对方约定啊，如验证出未表明的功能性缺陷，就直接退货退款，且由卖家支付来回运费。第二个就是他装箱的时候录视频，你开箱的时候也可以录一个视频用于自证啊，这个过程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就开箱的时候把手机放旁边即可。第三就是记得保留证明商品问题的证据啊，如官方验机报告啊，各种截图等等。完整的证据链有了，海鲜市场的小法庭一判一个准啊！其实买家相对于卖家是有一定优势的啊，在你没有点击确认收货之前，这卖家是拿不到你的支付款的嘛。这个时候反而是对方比较着急，想让我们尽快完成交易流程。所以无论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在货物到手检查无误前，都不要点击确认收货，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总结一下前两种啊，无论是卖家还是买家，这个售前沟通都是十分重要的。聊天记录是后续维权时相当有力的凭证啊，所以也切记不要脱离平台沟通。同时，无论是收发货物啊，都需要啊录制一个简易的视频记录啊，不要怕麻烦。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坚持杠到底。除开买卖双方纠纷类的套路之外，下一个就是绕开平台这个大套路了。你要知道，闲鱼官方呢是没有分期和支付定金的选项的啊。一旦你更改了价格交易或者私发定金给对方，那么后续款项和私发的定金啊，这些是极难追回的。稍微复杂一点的套路就是视频开头的我们工作室的真实经历啊，这小伙伴遭遇的1元互拍。这个套路就是双方以物换物，把这个商品价格啊约定一下，都改为1元，互相拍下，然后将物品寄给对方。虽然它的整个流程和交易都在闲鱼，但是由于交易的价格只有1元，即使客服无条件支持你啊，关闭了你们的交易通道，你能挽回的金额也就只有1块。再多加一台小灵图。还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则是冒充客服和假链接啊。你可能会觉得这么明显的骗局也会有人上当，哎，还真别说，社会新闻上看到的闲鱼骗局受害者啊，这大部分都是遭遇了这种套路。常见的就是伪造支付失败页面啊，要求重新扫码啊，或者联系客服，或者点击链接重新支付。上面这些问题其实通通都与买方无关啊。我们在聊天界面只需要和对方沟通商品细节，支付问题应该由对方去联系客服解决，不要陷入骗子的逻辑陷阱。
这些套路的核心点呢，其实都是引诱你绕开平台的监管啊，再实施欺诈啊。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啊，这个脱离平台后的沟通和交易啊，都不归属平台处理啊，也无法作为证据使用。所以无论是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只要要求你脱离平台付款、交易或者沟通啊，咱统一按骗子处理。第4个套路没有线上那么复杂啊，其实也不应该叫套路啊，应该说是面交警惕。虽然不倡导面交啊，但是现在同城面交的概率还是挺大的，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着重讲啊，因为毕竟它涉及到线下人身安全问题。比如说当年的北京面交风波，你要时刻小心草丛里突然跳出5个大汉啊。遵纪守法，人人有责。只要我们选择人多的地方交易即可啊，比如说广场啊、地铁口啊、银行门口啊，有公共摄像头的地方。女生的话呢，强烈建议要找一个同伴一起。这交易现场也别着急，这仔细检查一下商品的细节是否符合描述。如果对方的东西多少有点问题，想蒙混过关，多半就会比较着急，说什么我有事啊，赶着走啊，你快点啊，催促你。你记着，别着急，沉住气，好好看一看。另外，一旦检查过这个东西之后啊，千万注意别被调包。验一下机。哇，这手机好润啊，没什么问题。好，可以。那我给你装起来啊。行。哎，刚你进来的时候，我看你穿的鞋挺好看的。对啊，老板有眼光哦，我前天才买的280，装好了。回去给我推个链接，一会儿就发给你。好吧，装好了。钱刚转给你了啊，谢谢啦。第5类套路呢，就是低价诱惑，许多骗子就用低价来吸引你啊。这个别人的 iPhone 14都卖4500，那我挂一个3500上去，你可能懂啊，压根儿不信啊。但是不太了解手机的人啊，就真的想点进去看一看。一旦开始沟通啊，接着我们前面说到的各种套路骗局就开始往你脸上招呼了啊，老母猪穿棉袄一套一套的啊。还有一种其实也不太能称之为骗局，闲鱼上有不少1元购甚至免费送的小玩意儿，刷到过的小伙伴可以扣分1啊。比如这个 USB 的小夜灯，哎，看着好像挺不错是吧？而且它还不到1块钱，这拍下之后呢，却需要你额外支付10块钱的邮费。同样的东西啊，其实你去某宝甚至都不要9块9啊，5块9都包邮啊。没错，他们也都是从某宝直接下单给你，他赚的就是一个邮费的差价。虽然钱不多啊，但是有一种被反向薅羊毛的感觉啊。而且这类东西啊，多半品质都很差啊，这个其实也没啥大用处。一入闲鱼深似海，从此信任是路人。其实想要防止踩坑啊，并不难，不贪小便宜是防骗心法，不脱离平台进行沟通交易是防骗前提，收发货物前时刻记录是防骗手段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啊，贪小便宜吃大亏。如果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可否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肯定了。祝大家在海鲜市场采购愉快啊，再也不上当。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一下歪测评博观真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